三星 S24 Ultra、vivo X100 Pro， 本期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啊。作为三星新发布的年度旗舰 S24 Ultra， 它在影像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它跟国内的高手 vivo X100 Pro 比会怎么样呢？那本期就有答案了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！您的点赞加关注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，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的动力。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。看的时候不要老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啊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。现在是摄影环节，测试环节还在后面呢。还是前面那句话啊，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是让我们独立发展的动力。那下面就来好好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先说一下两台手机的焦段配置啊，两台手机都有主摄超广角还有长焦镜头，三星是5倍 ，vivo 是4.3倍，但是三星呢还多了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。现在是 S24 Ultra 的拍摄界面，有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点击每一个按钮呢，右边还会出现其他的数码变焦选项。但是现在最上面的10倍啊，已经不是光学焦段了，是5倍的数码变焦了。现在是 X100 Pro 的拍摄界面，也有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2倍跟10倍呢也是数码变焦啊， 0.6倍、1倍还有 4.3倍是光学焦段。点击每一个焦段都会显示当前的等效焦段，这点特别好。而且点击这些焦段按钮呢，还能出现小的数码变焦选项。你看，1倍有28，有35； 2倍有50，有46；那 4.3倍呢有100、135、200，这些都是花了些心思的啊。那下面就看看这两台手机每一颗镜头还有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表现了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参数上说呢 ，vivo 的感光器更大，三星的原生像素更高，光圈呢也是三星稍微的大一点点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边的颜色略有区别，三星的稍微冷静一些 ，vivo 的稍微热烈一些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从光学上说两边差不多，但是仔细看中间的石头 ，vivo 稍微强一点点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呢，这个看的是整个镜组的制造成本啊，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的问题。那么三星这边从下降范围上来说呢，是做得更好的。vivo 那边呢，到了最角上的表现是比三星更强的。但是 vivo 呢，它的感光器更大啊，是更不利于保控变焦画质的。总体来说呀，两边的水平都属于不错的啊，在相同级别里边都不错。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这组拍摄的时候呢是有些阴天的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这回两边是半斤八两了。三星噪点多一些 ，vivo 纯净一些，但是锐化呢比三星更重。镜组的光学质量这回看另一边，那结果呢跟刚才是一样的。三星这边画质下降的区域更小，但是最边上、最角上的画质下降还是比 vivo 厉害一些的啊。两边都属于不错的范围。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，但是三星这边是2亿像素 ，vivo 那边是5000万像素。在解析力方面，这没辙啊，这个三星的解析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，确实强于 vivo 的5000万像素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原生像素呢是 vivo 的更高，视角呢是三星的更广。
从实拍样片上看，这回三星更热烈一些了 ，vivo 更冷静一些啊。但是三星的视角稍微广一些，视角差距如图所示啊。这个红边呢，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。那么中心解析力呢，两边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噪点呢，三星重一些 ，vivo 处理得更好啊，画面更纯净啊。但是解析力啊，两边都一样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。三星稍微强一点啊，而且三星的视角更广，它是更难把控变焦画质的。那么在这方面呢，就在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呢，三星稍微强一些。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，刚才那组是晴天，这组呢还是阴天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这回能看出来了啊，三星呢虽然说有噪点，但是画面看起来更自然。vivo 那边呢，处理降噪啊，已经把画面弄得有些涂抹感了。但是解析力呢，两边其实还是差不多。镜组的光学质量这回还是看另一边啊，表现上嘛，两边就说半斤八两吧。但是由于视角的关系啊，就是三星更广嘛，所以三星还是更占优一些。vivo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三星的超广角是没有高清模式的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啊，vivo 并没有占什么优势。在对比一组也是如此啊 ，vivo 的5000万像素模式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没有什么优势。微距拍摄上，两台手机的区别也是非常大的。三星是用超广角镜头拍摄微距，解析力是最高的。如果用其他镜头拍摄微距呢，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上一级镜头，用数码变焦来拍摄微距。那这样呢，对解析力是有影响的。vivo 是长焦微距啊，是用4.3倍镜头拍摄微距的。所以在拍摄体验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，成片的透视感区别也很大，但是呢，解析力两边是差不多的啊，就是拍摄微距的效果其实差不多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中焦这块呢，三星是有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 ，vivo 是没有中焦的。长焦三星是5倍 ，vivo 是4.3倍。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这颜色的差别有点大呀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中心解析力方面嘛，可以看出来，三星的2倍数码变焦跟上一代产品比呢已经有进步了，但是在细节呈现方面呢，还是 vivo 的更胜一筹。现在是3倍的对比，3倍呢，三星就有优势了，因为它有3倍的光学镜头，解析力方面肯定是比 vivo 3倍数码变焦要强的。现在三星是5倍 ，vivo 是4.3倍啊，都是他们的长焦镜头了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还真差不多。这要在之前，三星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因为它的长焦呢直接到了10倍，在5倍这个焦段呢是不可能打得过 vivo 的。不过三星的这颗新的5倍镜头的高像素模式啊，就是5000万像素模式的表现是不好的，这点上期已经展现出来了。它跟 vivo 4.3倍的高像素模式比呢，解析力是不行的啊，还是差一些。那这代三星呢，把它引以为傲的10倍镜头换成了5倍镜头。那么现在对比的10倍呢，这两台手机就都是数码变焦了啊，都是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。解析力方面呢，差不多啊，都有数码处理的痕迹啊，都能看出来，也说不好哪边的细节呈现更多啊，就是同一水平。在对比一组也是如此，虽然说放大以后看呀，成片的效果区别还是挺大的，但是仔细看呢，其实这些区别都是来自于数码后期啊，说白了就是计算摄影，在解析力上的区别呢，两边真的不大。再说前摄，先看自拍，用的都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三星的视角稍微比 vivo 窄一些啊，就算打开了超广角模式 ，vivo 其实也是有超广角模式的。总之呢，就是 vivo 的视角更广，两边的自拍效果都很棒。三星这边看起来也很好看啊，但是从精致感上，就是磨皮呀、美颜呀这些呢，vivo 这边确实看着稍微过了一点点，但 vivo 那边看着就是好看啊，很符合我今年17岁该有的样子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，两边依旧是高水平的，肤色稍微有些区别啊，但都挺好看。防抖呢稍微有一点点晃，但是自然啊，解析力都非常不错。再说人像拍摄，用的就是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啊，没有调其他的。从实拍效果上来说呢，三星这边可以说是非常的写实，非常的真实，非常的诚实，非常的自然。总之就是跟 vivo 比呢，就他妈什么也不是啊。谁17岁长左边这样啊？是不是？不都是右边这样吗？
再看植入扩散度的对比啊，那么这代三星主摄跟超广角的植入扩散度表现呢，概括起来跟上一代比也是不思进取的。当然了，难度低的场景，比如说前几个场景，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无论是暗部细节还是亮部细节，表现都很好。vivo 这边的表现呢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随着场景难度的增加呀，三星在这方面的不足就暴露出来了。主要就体现在暗部细节呈现上，它的亮部细节呈现主摄跟超广角都是没问题的啊，比如说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做的都很好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随着难度的增加是越来越不足啊，展现是越来越费劲。那 vivo 这边呢也是有问题的，就是暗部细节有些过亮了。其实它可以在保留暗部细节的同时呢，把暗部再稍微往下压一些啊，它是有这个能力的，因为它已经拍出细节了嘛，只要把明暗对比做好就行了。但是综合来说呢，肯定还是 vivo 比三星在这个环节要强一些的。再说夜景的对比啊，还是第一个经典的场景，难度不高，但是也有强光和阴影，两边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，它们的细节呈现都没有问题。现在是2倍的对比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成像表现综合来说呢挺接近的。现在是3倍镜头的对比，暗部细节呈现是 vivo 的更强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嘛，但是清晰度呢是三星做的更好，因为它是光学镜头。现在三星是5倍 ，vivo 是4.3倍，它们的表现都非常优秀。暗部细节呈现呢还是 vivo 更好一些，当然了，这跟视角可能有关系，因为暗部细节都太靠边了啊，所以测光方面有些不同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表现，两边依旧是非常不错的，最起码亮部细节呀，还有清晰度都是这样。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，依旧是 vivo 稍微好一点。再来2组高难度的场景啊，两台手机的表现非常不错啊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水平都很高。但是这个场景呢，主摄的表现暗部细节呈现还是 vivo 的好，只是 vivo 稍微有些偏色啊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不错。过暗的城市场景，两边的表现又非常接近了，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，水平很一致啊，水平都不错。现在就是夜景模式的测试了，前面都是直出的场景。那祖传神树这个场景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非常接近，但是超广角哪个偏色更厉害，我还真说不好。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，三星跟 vivo 居然没有拉开差距啊，这点对于三星来说不容易啊，毕竟它的底非常的小 ，vivo 那边可是1英寸的大底。超广角嘛，你别看 vivo 拍得更亮，但是细节呈现是三星的更好。夜景对比从来不看亮度啊，看细节呈现。祖传神树 Pro 这个非常暗的场景，三星的主摄终于败下阵来了啊！仔细看细节呈现，还是 vivo 的更优秀啊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差不多。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，哇，三星的主摄拍的好亮啊，但是细节呈现依旧不敌 vivo 啊，还是 vivo 的更强一些。超广角的细节呈现也是 vivo 的更好。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就是最接近抖音、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的表现啊，两边非常的接近，颜色都很好看，防抖都很优秀，清晰度都非常高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两边的颜色出现了区别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防抖两边依旧是非常优秀的，清晰度也都非常高，三星的锐化稍微重一些。现在是2倍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三星这边看着亮堂一些啊，但是清晰度呢两边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是3倍录像的表现，虽然说三星这边是光学镜头，但是 vivo 那边的解析力也挺高的啊，而且两边的防抖也都非常不错。现在三星是5倍 ，vivo 是4.3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，可以看到它们的录像表现非常的好，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。现在是10倍录像的表现了，它们都是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，我感觉三星的清晰度稍微高一些啊，而且防抖也是三星的稳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，这个差距有点明显啊 ，vivo 的更强。超广角的表现除了颜色的区别比较大以外，细节呈现、防抖两边的差别倒不是很大啊，但我感觉还是 vivo 的更好，三星这边的颜色不太好看。现在三星是3倍 ，vivo 是4.3倍，这回在解析力还有防抖方面都是三星做得更好了。但是三星切换到5倍之后，跟 vivo 的4.3倍比呢，就没有什么优势了，毕竟光圈已经变得非常小了，而且防抖也下降了，防抖两边这回差不多了。
现在是10倍的表现，这回三星的优势又有了。那看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长焦的优势都在三星这边。工业设计方面，两台手机从长相来说是哪都不一样。你们可以说一下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？反正就是三星各种硬朗，相比之下呢 ，vivo 就各种圆润了。硬件配置上呢，三星多了根笔，可玩性更多一些，而且新加入的 AI 视频啊、翻译这些呢，也都是挺实用的。不过具体的体验呢，还有游戏发热跑分这些呢，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其他节目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